2026年1月3日，时间是凌晨3点整，在夜色笼罩、毫无防备的首都卡拉卡斯 ，F-35逆踪战机与电子战机有系统地瘫痪了这座委内瑞拉首都的防空火网。第一阶层的特种部队直接快速游绳降落到冠花宫，也就是总统府的屋顶上。现任总统及其核心家族成员遭到拘留，并被撤离至停泊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2栖突击舰上。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已经在前往曼哈顿联邦法院受审的途中。这场历时2个半小时的行动，在物理上建立了一个绕过传统国家主权与外交豁免权的捷径。2020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总统马杜洛，并以毒品恐怖主义为由，对他悬赏1500万美元，打着打击毒品走私的旗号进行抓捕。这场行动承载着全面入侵的重量，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真正的催化剂是一个长达20年、针对美国金融霸权机制的结构性威胁。2026年的这场突袭，标志住一场为期20年、旨在保护石油美元的系统性清洗进入了最终阶段。1999年，查韦兹掌权，他激进地将西方企业在奥里诺科重油带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石油资产收归国有，没收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的资产，对华尔街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损失。但这并不是让这个国家被判死刑的原因。全球能源交易必须完全以美元结算的要求，这就是石油美元。它保证了全球对美国债务的需求。扎维兹游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放弃美元，改用欧元，并创立了南方银行来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他将国家的原油储备武器化，透过加勒比石油计划建构了一个独立的拉丁美洲经济联盟。这个联盟完全绕过了美国的金融结算网络。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说，积极组织一个去美元化的石油卡特尔，无异于是对金融核战的公然宣战。但委内瑞拉内部却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全国出口总收入的95%都来自单一商品石油。这种极端的经济依赖引发了所谓的荷兰病。这是一种现象，繁荣的资源出口会人为地推升该国的货币汇率，系统性地扼杀其国内的农业与轻工业部门，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在国际上竞争。结果就是一个坐拥地球上最大已探明石油储备的国家，被迫必须进口高达70%的日常必需品，包含了卫生纸和鸡蛋。政府掩盖了这种结构性的腐朽，他们挹注资金，推动大规模的国家社会福利、免费医疗与住房计划，因为他们假设原油价格将会永久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这张图表显示了全球原油价格。当大宗商品市场在2014年崩盘时，油价跌破了每桶30美元。卡拉卡斯的外汇储备在瞬间蒸发。为了解决这个财政黑洞，政府将印钞机武器化，急剧扩张货币供给来支付其国内债务。到了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到的通货膨胀率高达惊人的100万。实体货币失去了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国家 GDP 在7年内萎缩了将近80%，迫使高达700万名难民大规模逃离边境。荷兰病加上民粹主义的疯狂印钞，这两者的结合保证了一场数学上的死亡螺旋。甚至在美国祭出任何一项外部制裁之前，这就已经发生了。华盛顿施加了极端的外部压力，而时机点正精准地落在委内瑞拉经济正在内部大出血的那一刻。最主要的金融攻击切断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元结算系统的联系，这切断了它最主要的收入大动脉。接下来是对稀释剂的实体封锁，这些是不可或缺的重型化学溶剂，用来稀释委内瑞拉特有的超重原油，这样它才能被抽取并精炼出口。由于被切断了这些化学物质，该国的石油产量暴跌，从每天300万桶惨跌至不到80万桶。这场人为策划的能源饥饿引发了分区轮流停电、水资源短缺以及社会的全面崩溃。接着，战略从贸易禁运升级为获得法律制裁许可的跨国资产剥夺。吉欧正式承认一位毫无实权的反对派人物瓜伊多作为合法的临时总统。西方各国首都创造了一个精心算计的法律漏洞。这项外交操作允许英格兰银行合法冻结将近20亿美元存放于伦敦的委内瑞拉主权黄金。它也促成了对雪铁哥的恶意收购，那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最有价值的海外资产，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炼油公司，估值高达100亿美元。对一个影子政府的外交承认，
提供了一个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机制，借此执行全面的金融围城，并没收其主权财富。这张地图凸显了目前的总体经济版图。日益壮大的金砖国家联盟正积极构建能够完全绕过美元的贸易网络。到了2026年，金融制裁的慢性失血，以及在卡拉卡斯推动颜色革命的失败，被美国战略家们认定为力度不足。这场军事突袭是一次动能威慑的行动。所谓的动能威慑，是指当金融工具失效时，蓄意升级为实体暴力，将一国元首硬生生从他的首都掳走，是一个赤裸裸的实体警告，直接播送给莫斯科、北京以及整个金砖联盟。委内瑞拉那3000亿桶的石油，成了让这个国家溺水的铁锚。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论，都只是掩饰这场残酷的资产负债表战争的面具。如果你敢挑战那个为全球霸权背书的货币，帝国就会跨越任何界限，把你拉上拍卖台。在地缘政治的食物链中，没有绝对权力保护的主权财富，不过是等待被收割的农作物罢了。